跨国情侣博主利用中外文化差异，满足了网友们对于异国亲密关系、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的好奇心和窥探欲，这一直是他们吸引流量的秘诀。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最近，一些嫁到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博主，通过展示中东贵妇的奢华生活，激发了众多网友的兴趣。比如沙特肉姐，她以女权的名义传递一种平等、富裕、幸福的跨国生活形象。辣辣在沙特也是如此，她通过分享沙特的生育习俗、多妻制、开斋节等鲜为人知的内容，吸引了大量关注。在这些博主的评论区，常常会出现你是不是测试等质疑，这无疑为博主带来了新的讨论和流量。在社交平台上，跨国情侣博主越来越常见，从充满绅士风度和浪漫气息的中英情侣，到看似和谐温馨的中日夫妇，再到中韩情侣，多到让人习以为常。在文化差异的壁垒下，跨国配自然吸引了网友的目光。但这些跨国情侣博主之所以能在互联网上持续吸粉，关键在于他们抓住了网友的猎奇心理，主动迎合了中国网友对亲密关系的美好幻想。他们塑造了乖乖小狼狗的形象，比家人还和谐的婆媳关系，一致的爱国表现。在这种割裂与同频中，这些博主找到了吸引流量的关键。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情侣通过短视频展示大同小异的内容，网友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去探究这些内容背后的逻辑。不久前，拥有400万粉丝的顶级跨国情侣博主 Afil 和 Angel 遭遇到了信任危机，女方母亲被曝涉及诈骗案件，被判有期徒刑14年。这一次事件让粉丝们纷纷翻旧账，质疑博主在视频中塑造的虚假形象。虽然 Afil 和 Angel 的事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还是给网友们敲响了警钟，让人们开始思考那些看似自信幸福的生活和情感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有网友表示，我对所有情侣博主都持平等的不喜欢态度，不仅仅是异国恋博主，除了满足窥私欲，没有其他用处。也有人说，我真的不喜欢看异国恋，尤其是那些炫耀男方长相的，看起来像是网络卖身。还有人直言，这不过是在割韭菜诈骗，真正过日子的异国情侣不会把这当作流量密码。尽管如此，窃媚与造梦仍在同步进行。聪明的流量玩家总是知道如何触动互联网的敏感神经。在这场由跨国情侣博主制造的幻梦中，表演者和观众不断重复着信息错位引流，逐渐失去新鲜感，寻找更具反差的内容的循环。他们聚集流量，进而转化为商业成功。跨国情侣博主们似乎总能精准地把握流量的脉搏，而异国情调正是他们首先解锁的流量密码。因此，远嫁中东成为富婆的故事，成为了他们争夺流量的新战场。在过去，中东的婚姻和女性地位常常被严肃讨论，而且往往带有着负面色彩，不被公开宣扬。然而，当一群远嫁沙特的博主开始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时，立刻吸引了众多目光。与普遍的负面印象不同，这些博主有意无意地向网友展示了一种奢华的土豪生活，以及被尊重的情感关系，甚至透露出一种大女人的风范，堪称完美典范。男女分开的聚会，豪华别墅的装饰，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两对夫妇同住在一个院落。当这些生活细节与中东的地域特色相结合，便产生了一种探险的快感。同时，跨国差异也为这些博主增添了一层神秘面纱，特别是远嫁沙特的博主们常常被问及是第几任妻子。比如沙特肉姐在视频中出现了2个孩子，就引发了这样的疑问。对此，沙特肉姐在视频中表现出对这种质疑的轻蔑，并回应称自己不会做别人的小老婆。她甚至为沙特丈夫塑造了一个知名企业家、不重男轻女、妻子身边的支持者等形象。这些形象更符合国内网友的期待。虽然真假难辨，但这些截然不同的生活细节和屏幕前观众共鸣的价值观，确实为博主们赢得了不少点赞和流量。其次，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打造一个完美的伴侣形象，营造出令人向往的情感状态，成为许多跨国情侣博主的另一大流量吸引力。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关系常常是一团糟，家庭生活总是琐碎的，而那些异国他乡独享美景、感受西洋美酒与爱人相伴的生活，仿佛是一个乌托邦。随着信息差的缩小，许多跨国博主已经不能仅靠猎奇来吸引流量，而完美的伴侣形象对于中女外男和中男外女2种模式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在中女外男的组合中，男性往往是高大阳光的乖乖粘人精，或者是居家好男人。在这些形象中看不到大男子主义、懒惰或者不耐烦，看到的是自律、健身和宠爱妻子，甚至还有一个体面的社会身份。例如，在中日跨国夫妻尼宝一家中，日本丈夫体贴细心，会提前点好妻子喜欢的菜品，帮妻子预约 SPA， 下班后还会顺手买小礼物。情侣昂利，男生 Jared 是浪漫粘人爱夸奖的年下男，被称为现实版的暮光之城的中澳情侣 Aria and Brandon。男生因帅气温柔等特质，还被冠以神仙男友楷模。相比之下，中男外女的异国恋博主所展现出的情感没有那么细腻，人设更多走的是搞笑路线。例如，中俄情侣跨国刘先生主要靠土味段子吸粉，中美情侣 Cut and Cut 的视频中，女生往往会以奇怪的中文口音、穿军大衣等来展现一个大大咧咧、美而不自知的搞笑形象。这种差异背后是受众群体的不同。中女外男的核心受众是女性，而中男外女的受众则是以男性为主。社交平台上，中女外男的跨国配对远高于中男外女。跨国情侣博主们似乎都握着一张共同的王牌——爱国情怀。远嫁异国的博主们经常会展示自己为外国亲友烹饪中餐的场景，收获一片赞誉。也有博主分享自己的另一半对中文的热爱，尽管学习多年进步有限。更有博主共同关注国内的突发灾情，发声支持。即使不是特意展示这些内容，网友们也会期待博主进行反向文化输出。比如 TJ and Claire 近期视频中，男生就大秀中文网络流行语，这种爱国情感牌再次赢得了国内观众的好感。在尼宝一家表示要带公公婆婆来中国的评论区，网友们热情地提出建议，带公婆去东北，那里不热，不要去南方，太热了，好期待。跨国情侣博主的涌现，将异国他乡的朦胧形象细化成了装修、食物、家庭等具体细节，成为互联网上的流量密码。但信息堡垒和背调难度大，也让许多跨国情侣的真实性难以辨别。跨国情侣博主批量涌现的背后，是流量带来的可观收益。早期声称不缺钱不带货的沙特肉姐，不仅开始直播带货，还凭借流量创立了自有品牌 Rivanna，推出了珠宝、香水、沉香、美妆等不同支线品类及各自的店铺。同时，他还在频繁推广一款叙利亚古皂。无论是自创品牌还是合作，网红卖货主打的就是人设和故事。沙特肉姐的生意贩卖的本质也是异国文化差异，在她的视频内容中频繁出现中东的沉香文化，而沙特肉姐的丈夫也是喜欢收藏各种沉香和香水的人设。由此，Rivanna 的创立有了合理的背景，甚至有了一定的地域文化做支撑。虽然都受于国内，但沙特肉姐带货沉香或者香水时，强调的是中东特质，即为什么20多个中东国家都在点沉香，为什么中东女生喜欢抹香精到头发上。不过也有网友发现，博主卖的香水实际是从义乌发货，在义乌就可以批发。此外，沙特肉姐在带叙利亚古皂时，将叙利亚局势动荡不稳定，他们的国货古皂堆积卖不出去，我们帮忙解决问题作为带货理由，看似荒诞，下单的并不少。其中一个古皂链接销量显示43万，但另一面，很多已经下单的网友亲测，使用体验差，一言难尽。还有不少网友表示，看看戏就得了，还真买呀。虽然争议不断，但沙特肉姐的确通过带货赚到了钱。馋妈妈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沙特肉姐已直播104场，其中带货场54，总计 GMV 超1亿。而其他矩阵账号以视频带货为主，单个账号总带货 GMV 在10几万至上百万不等。Rivanna 沉香更是登上抖音线香好评榜 Top 2，店铺 Rivanna 沉香游园会销量超10万。辣辣在沙特虽然没有自己的个人品牌，但她的带货方式与沙特肉姐非常相似，都是通过矩阵账号加主账号直播带货加矩阵账号切片带货的模式。目前辣辣在沙特主要销售的产品包括美妆护肤品、日常百货和珠宝首饰，比如土耳其防脱洗发水、香薰干和南非进口的小绿膏等。大多数跨国情侣博主的变现方式仍然是常规的直播带货和植入推广。中日夫妻尼宝一家的中国妻子已经开始常态化直播，平均每月直播约40场。根据馋妈妈的数据，从2024年1月1日至今，他们的直播带货总销售额达到了5000万到7500万。不过，尼宝一家所推广的品牌主要是博瑞美、资生堂等大众美妆护肤品牌，以及日用品和服装内衣，缺乏明显的地域特性。其他一些跨国情侣，
如 Aya and Brandon 和 TJ and Claire， 主要通过视频植入的方式进行推广，合作的产品多为护肤品，比如雅诗兰黛之颜夜胶原晚霜、海蓝之谜玉林云绒霜、施乐肤安心洁面和西木之源等。与中女外男在流量和商业上的双丰收相比，中男外女的商业潜力相对有限。例如 Cut and Cut 虽然也有进行植入推广，但合作的产品主要是眼霜和服饰，由美国女友担任种草角色，且合作频率并不高。而跨国刘先森虽然拥有 18.5 万粉丝，目前只在商品橱窗中挂有零食和日用品的链接，几乎没有进行直播带货，也很少看到有视频植入。猎奇的故事和完美的人设为这些博主们创造了变现的空间，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尽管跨国情侣博主们利用信息差来制造梦幻般的生活，但难以背调的特点也使得他们成为网友打假的重灾区。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情侣博主的出现，网友们不再沉浸在被制造的美好幻梦中，开始主动去揭开这些幻象的真相。最近 Aphil 和 Angel 爆出了女方和母亲合谋诈骗500万的大新闻，让粉丝和围观群众都震惊不已。虽然事件最终以女方母亲被判14年告终，女方也公开道歉并声称自己并不知情，但愤怒的网友们并不接受，并开始深入挖掘真相。之前男方被传是雅诗兰黛的公子哥，甚至有英国皇室血统，但后来被网友揭露，他根本不是什么贵族，他父亲只是雅诗兰黛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和女方结婚之前，他甚至是个无业游民。除了 Aphil 和 Angel 的丑闻之外，许多其他活跃的头部跨国情侣博主也受到了质疑，比如拥有400多万粉丝的 Alia 和 Brandon， 他们深陷人设争议。有人怀疑女生所谓的书香门第背景是包装出来的，还有人指责他们卖假货，声称所谓的澳洲好货根本不是澳洲产的。网友们质疑的核心在于人设包装，即那些甜蜜的爱情故事背后可能只是 MCN 机构编写的虚假剧本。虽然除了 Aphil 和 Angel 外，其他被质疑的博主还没有明显的丑闻曝光，但背后的 MCN 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包装的存在。虽然 MCN 机构的关联并不能作为网友打假的直接证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最终呈现的内容都经过了专业化的包装和设计，只是程度不同。有网友爆料说，我朋友的账号从 dating 阶段就开始记录，粉丝没几千就开始和 MCN 合作了。同样受到关注的远嫁中东的跨国情侣博主们，更是成为了网友们打假的目标。早在2022年，就有旅游博主申点起公开举报博主沙特肉姐误导国内女性，为当地宗教站台，售卖义乌劣质香水，但该举报并没有后续。而且对比沙特肉姐和辣辣在沙特，虽然他们的背后没有关联相同的 MCN， 但从变现逻辑甚至切片话术上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连分享的内容也大同小异。而且视频中两人的沙特老公都与香水产业有点关系，就连网友也时常分不清楚沙特肉姐和辣辣在沙特是同一个人吗？博主所展现出的丈夫所处的高阶层、产业和社会地位也遭到了网友的质疑。对于很多跨国情侣博主呈现出来的粉红泡泡，也正在被网友，尤其是同样处于跨国恋的网友戳破。有网友说，找点白男说点女性鸡汤就可以成为精神领袖。这些情侣博主要么两人完全没有爱，纯为了赚钱，要么两人中至少有一个 NDP。我和我的老婆 NPY 聊过，她说举着摄像头录恋爱日常真的很别扭，也不愿意赚这个钱。本质上，不论是亲密关系还是炫富的土豪生活，跨国情侣博主就是贩卖信息差，在互联网造梦，呈现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完美生活。真真假假，看个乐子倒也无妨。但当这些博主如同人设一般真假难辨的生意开始瞄准粉丝的钱包，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宣传某种价值观时，还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希望你能喜欢本期视频，如果你喜欢，请不要忘记点赞支持，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如果你愿意，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再见。